就直接开始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FunPlus 的小老虎。我们的队友好像又很猛啊，混一下吧。别说了。来 FunPlus 是通过青训来的吧？当时从青训营回来，本来我以为我要代表青训营的那个队伍去参加德杯的，然后突然就收到通知了，然后我要代表自己的队伍参加德杯。就当时很快，其实我也很懵，然后我当时就感觉一下子跨度有点大，就没有想到会这样。然后第一把训练赛打的就是阿宾吧，然后第二把训练赛打的是德赛，然后第三把就是369，所以当时印象都很深刻吧。不仅有对手的压力，就是他们玩的也特别好嘛，然后还更多的是就跟4个队友，其实压力是更大一点的。上路小老虎，打野天，中路杜英碧，下路林伟翔，辅助 Chris。PL 我记得就当时好像是，就我当时可能跟一些选手就稍微比德杯的那会儿就更熟了一点，然后就其实压力会稍微小一点嘛，但是还是压力很大。我为什么还要回应啊？把你队友的声音调小是吧？来，这种。对，那么我的回应还有，来上路听队友声音也可以调小一下。收到。就大家其实都会安慰我一点吧，就他们就会告诉我，就是不要怕吧，然后就输了，也是他们来背锅这些之类的。其实就一直在，不管是从游戏内还是从游戏外，都有或多或少对我有一些帮助吧。给逼退，但是面对对方这个围剿，自己的杰斯也是马上赶到，反身长琼这边敲上来，把对方的血量直接压低。这波小天能接住吗？血量差一丝，但是要下手拿下这个人头。但刺翼的小老虎很能打呀，换掉对方的辅助之后，刺翼再刺翼2下平 A， 拿下对方的鳄鱼，收获3杀。当时知道他们全都要离队，那会心情其实也很糟糕嘛，就也说不上来什么，就可能只想一个人就躲在房间里听点那种比较安静的歌之类的，就也不想说话，什么都不想干嘛，就差不多这样。然后当我确定自己第一次要上 LPL 的时候，我确定当上路首发的时候，可能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欢迎回来！正在直播的2022年的 LPL 春季赛揭幕战的比赛，小老虎可太猛了！我们恭喜 FunPlus。就当时我们可能赛季3连胜嘛，然后第一场比赛面对京东，我们当时首败，那场是应该是我最失利的、最印象最深刻的一场。在首发的上野方面，依然是小老虎跟北川。胜利，我们恭喜京东2比1取胜，恭喜京东！就其实当时，可能是当时自己就没有很成熟嘛，就因为当时那场比赛输了之后，就我的打野就被换了嘛，就我当时其实就很不解，就我感觉就因为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然后就差不多是这样。就真正瞬间那一刻觉得就是我的锅，就现在回想起来，紧接着那一场年前的最后一战吧，当时是打李宁，然后其实打李宁那场，当时就被上一场失利后面的情绪所引导了，就是好像这个位置想直接取直接抓小老虎，跟中路沟通失误了，我去摊那个河蟹，我在中路河道被睿智开大抓死了，之后导致我上路一直有点劣吧，就导致我上路没有那么大优势了，就其实挺可惜的。就那场比赛我其实就做的作用很小吧，就有一些我感觉我作用应该会更大一点的。就那时候更多感觉还是心态上的问题吧。
第一次跟杨杰见面应该就是在新训的时候，然后的21年的某一个晚上吧，前面就白天就有人跟我说晚上可能会来一个中单，那我记得照顾一下，因为我当时在新训楼下算是那种就是算大哥这种身份嘛，就是让我注意一下，就差不多这样，因为以后可能是青训的队友嘛。你现在可以露脸了吧？没关系，你别把人家脸露了。 OK， 那你记得不要露了。你摄像头别打开就是了。好。哎呀，哎，确实，就这样，哎，对，这样就好。第一次见到他就感觉他又高又小的那种感觉吧，就是感觉很嫩，但是又很高。就是他那会儿每天刚来的时候，每天就在那里就跟着嘛，就不管是在游戏里还是游戏外，就是一口一个虎哥嘛，就感觉反差有点大嘛。就他比我高那么多，就是我是要抬头看他的，但是他一口一个虎哥。然后游戏里也是，就是虎哥我来了，虎哥我马上来，就差不多这样吧。就是他很多英雄对线都或多或少有一些我的帮助。应该是就有一些我感觉他对线打得不好的，我可能会告诉他一些怎么打吧。比如之前的什么中单杰斯、中单鳄鱼，就这些英雄对线我都是会或多或少教他一些吧。我跟杨杰就在游戏里可能是会互相鼓励一下嘛，然后但是在现实中其实就不会那么互相鼓励，因为其实都知道对方的性格，然后就感觉说出来就会有一点肉麻吧。跟我一个方位。把门牙塔拆掉，要迎接他们的大场第7胜，赛季6连胜。我们恭喜FunPlus 2-0战胜微博。就是我们当时6连胜，其实我感觉蛮正常的。当时外界虽然他们对我们评价就是我们可能开赛被评为4大天王，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我们纸面实力就是不太行，就是感觉蛮正常的嘛。我们大家5个人对我们5个人的评价就是，至少我们纸面实力是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弱的。平常也会打一些训练赛，约一些队伍，就通过平常的对线以及团战的处理。这段时间。可能就是我使用葵桑皮会比较熟练一点吧，然后也更契合团队一点，因为这个英雄可以很好的牺牲，然后如果使用这个英雄使用的好的话，即使你是劣势的情况下，你也能发挥很大的作用。我们总得有一个人去吃压力，然后最好就是我选择的葵桑皮。我们就当第1把打就好了，好吧？6-1，好不好？随随便便拿下，加油！FunPlus，拿掉这个人头以后，其他人在中路没有办法跟队友汇合，同时小老虎攒了个 Q3上去，想把优秀东西敲回来，但他有跳斩。这边远古龙FunPlus可以吃了呀，没有乐言的，拼不了去了，远古龙要掉了，那这样的话得全员撤退才行。对面带了巨型斩杀，快银先被斩掉，小安也要被斩。小狼互相战神，小安的倒下就伴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。一波！在FunPlus的这几年最大收获就是，可能经历了一段起起伏伏的人生吧，就差不多是这样。然后就算是在这4年，就经历了那小时候想做的事情吧。一开始的我就应该是那种自我意识很强，然后可能想让游戏会或多或少围绕着我自己打一点，就差不多可能是这样的。到后面就是开始融入团队嘛，然后就跟大家一起好好配合，然后可能就会开始渐渐的牺牲，就是开始为了团队开始牺牲嘛，差不多就是一直在学习如何牺牲吧。然后到后面可能不管是在游戏外和
就是游戏外还是游戏内都或多或少去帮队友分担一点压力吧，就差不多这样。我每一次牺牲，只要我能看到对面机体爆炸，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价值的，我的牺牲就是有意义的。那你觉得对你来说是怎么样？对我来说，可能是比较像家，也可能也像学校吧，就是一个家和学校的集合体，就可能像上学的那会儿住宿在老师家里的一样吧，类似于这种地方。就谢谢粉丝这4年以来对我的支持吧，然后不管未来我去到哪个队伍嘛，在队伍中替补或首发，就希望粉丝能为我继续加油吧。就我觉得，就是之前的，不管是之前的一些经历啊什么的，都是为了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我吧。然后就好好向前看吧，就差不多这样。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，就向未来看吧。离开了这里的我，就可能类似于进入社会的我嘛，就可能希望成熟一点吧。再来一张，3、2。Kiss me each morning for a million years. Hold me each evening by your side. And tell me you love me for a million years. If it don't work out, if it don't work out, then you can tell me goodbye. Sweeten my coffee with a morning kiss. Soften my dreams with a sigh. And after you've loved me for a million. 就我想对我这几年一直以来奋斗的自己说，辛苦了，差不多这样。结束了吗？对，结束。3、2、1，放心。But if you must go, I won't tell you no, just so we can say that we tried.